支架也坏了。我家猫打呼噜，我家猫那个太胖了，心脏不好，睡觉会打呼噜。虎牙它的热度出问题了，它要送礼物才能有热度，它不送礼物就是热度就是会很低。晚上好。我去问过虎牙了，虎牙说这个热度要等到清明节结束之后再。你说什么推什么东西？我跟虎牙签约了，我不会去别的地方直播了。我跟虎牙签约了，不是改外显了，是他们的外显出问题了，因为现在在休息。他们没有办法上班，他们等上班了才能调整。那没有莫名其妙，没有必要去改这个外显。就算他们要修改这种制度，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后续如果说他们的扶持或者是外显有变动，都需要跟主播说明的。就是他们有一些政策或者是有一些外显要改动，是需要跟主播说明的，合同里都有写清楚的，不会那样随随便便的去改了，然后谁也不讲这个样子。我支架坏了，所以我现在支架只能是这样子，用一个东西，用一个我放电视的那个投影仪撑着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10年前就被说40几岁，10年后还是40几岁，这也不长的呀，年龄。谢谢小海的粉丝通行证，谢谢。我想想，我这怎么弄一下？对，我50几岁了，我50几了，50几了又怎样呢？反正你们1年就跟10年起算。50几了，再过1年60几了。有孩子是真的呀，我家是有4个孩子，是真的呀。我都50几了，我还没有孩子，这不是很可悲吗？我家有4个孩子呢。对呀，这个是我家的老公，就是不是老公，我家猫是母的，是我家的女儿在打呼噜。我家女儿在打呼噜，我家女儿有点胖，她现在走了。我不随便扔孩子的，有些不懂事的孩子，我扔他干嘛？打呼噜的是巧脊椎。直接
呀，这个指甲真的很烦人，指甲不知道怎么弄。我女儿刚刚在旁边睡觉，然后现在跑出去吃猫粮了。这样吧。这样亮了。刚才那个灯，我这个支架不知道怎么没有手机支架，手机支架坏掉了。支架坏了，那个有一个直立支架坏掉了，就是直放的那个支架坏了。不打灯肯定不行啊，不打灯就是会很暗。谢谢小孩的奶茶，谢谢。这个是投影。什么兔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宣子居二兔啊？怎么了？我一直都叫这个名字，我一直都叫宣子居二兔。谢谢一往情深的小月亮。这个机位以前不是出现过吗？你是没有看过我手机直播？谢谢。宣子居二兔呀，宣子居二兔，我就叫宣子居二兔。如果你还是弄错，你就连这5个字都打不对，那你还进什么粉丝群呢？那就不要进了呀。
指甲呢就不是很好，它会往下沉。对呀，你连5个字都打不对，你还进什么粉丝群呢？你连就5个字你都打不对，你还进什么粉丝群？是不是？我有很多个指甲，之前用的是长的，然后现在用的是我之前一直用来摆灯的那个指甲。就是这个指甲，因为它不是很好，它容易往下滑。你看它又往下滑了。把它弄过去一点。你看它又往下滑，它老是往下滑，这个指甲很烦。不知道我床是几米多。这边还有131，现在是168，还差一点点。再在那上上电视，谢谢。哦，电视没有68，现在134。好的。我之前想说什么？我有想说什么吗？我一般出门不穿丝袜的，我都是只有在直播间才穿丝袜的，可见你们对我的重要性。我平时出去都是这些丑衣服穿的。我平时出门我都是随便手旁边有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。一般独居的人，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，异性朋友会越来越少。朋友已经很少，你别说异性了。看什么？看不见。你说什么，老虎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看到了，我刚看到。谢谢幻影留言。叫点酒肉朋友。刚刚说猫别打呼噜，不是，我说猫刚才在打呼噜，然后我话筒没有插紧，所以没听到它的呼噜声，然后就没有了。
清明节的时候，就是他吵到我睡觉了呀。后来我就在他的吵的声音中睡着了，然后就没了。就这种声音，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呼噜声，很吵，就在我的耳朵旁边，还挨我很近。143，还差20几，还差26，哦，还差24，还差25，还差25个超分扭蛋，拜托大家了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。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种，要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睡得比较浅，有些人是天生的。你可以吃一点保健品啊，谢谢仙仙，谢谢仙仙开通的超粉 Plus。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天生他睡眠比较浅，还有一些人他是晚上有一些东西吃的太多了，所以睡不着觉。其实很多人就是晚上吃的东西太多了，如果你晚上不吃东西，可能会睡得更好一点，真的。一个是晚上不要吃太多的东西，把衣服往上提一点，这样吗？20中1个月挺好的。到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有一个是，你晚上尽量不要看太多的刺激的东西，你看的越多越睡不着觉。然后大家集体离开我的直播间，不要啊！不要。猫猫和摩托车一样，但声音很难听，如果好听一点也就算了，而且它还没有规律。我说比较刺激，结果大家集体离开我的直播间，不要离开，不要，就是你们不要看太多刺激的东西。什么是刺激的东西？比方说恐怖片，比方说吃辛辣的东西，重油重盐，然后还有看一些什么 AV 女优，看一些三观不正的，还有很猎奇的那种东西。你看那种剧情片可以睡得会很快，或者是打游戏也睡得很快。我有时候打王者荣耀我就很想睡觉，打2、3把，就如果很平的就很容易想睡觉。人家打王者荣耀都是非常心跳加快的，我打王者荣耀我就很想睡觉。我有时候是打游戏助眠。快进其实蛮快的。其实飞机入睡法我并不是很支持，因为飞机入睡法其实是那个贤者模式，但你的贤者模式过掉了之后，你就更容易清醒了，你就又更加提神了。睡不着找你聊天，
那怎么会呢？找你聊天只有越来越精神，怎么会越来越想睡觉呢？其实飞机入睡法，它等你闲者模式过了，你就会很清醒。我不建议用它作为助眠的方法。大家有小礼物可以送，小礼物帮轩子的热度往上提一提，谢谢。虎牙那个热度系统出问题了，你们如果送一个1314的那个，可以帮我提很多热度，就是有一个1314的礼物。那天送了一个，直接提到80了。今天就是枕边老婆呀，枕边老婆。这个是你的位置，这个是我的位置，这个是你的位置，这个是我的位置。我也是用话筒讲话的，会比较轻轻的讲吧。你觉得我声音响，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可以把声音调轻一点。你觉得我声音太响吗？响不响？虎牙这两天出问题了，我都说了，虎牙这两天的热度出问题了，希望你们送礼物。他要到清明节之后，他们上班了才能处理我们的热度问题，被卡热度、卡人气了。如果你们想让我热度往上升的话，就可以送点礼物，就送一个那个1314的那个礼物。我说了，我不建议飞机入睡法。我觉得飞机入睡法后续会更加的清醒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想太多，自然而然的睡去，甚至于可以看看书。我就不信你们看书睡不着觉。你们看看什么道德经什么的，我看你们睡不睡得着觉。你们看这种东西越看越睡不着觉，好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就是过度了。我也不是讲不让你们做这些事情，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整天只想着这个事情的话，过度了之后就更难睡着了。人是需要在这个事情之外做一些阳光的、有能量的事情的。我也不是说限制你做这个事，是你过度了，好吗？你如果整天都想着这个事，你肯定身体会越来越差的。那你这么说，你这人一点自制能力都没有了。如果你找的老婆很漂亮的话，你整天都不要睡觉了，是吧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再漂亮的老婆，你也要做一些其他健康的事情，在阳光下的事情，对吧？你睡觉的时候，比方说你前2天你想放纵一下，你这2天你就可以看看书啊什么的。你怎么会被吸干呢？谁吸你的阳气啊？人家又没有故意要吸你的阳气了。这有什么忍不住了？都成年人了，老忍不住，这有什么好忍不住的呢？所以你们这样是不能找漂亮的老婆。你们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整天就是想着这种事情，
为什么会想法这么多，会这么大？我哪天不播你就休息，那这还变成我影响你们休息了。那我算了，那我就不播了，好吧？我影响你们休息。那是啊，你又说我影响你休息，你又不让我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就是你要自己有自控能力才行啊，你不能老是怪别人啊。床播，这是沙发，这不是床。系统又提醒我了，我家沙发比较大，这不是床。你没看到我是靠在这个地方的吗？我又没有躺在上面，禁止床播。我家沙发大一点不行吗？我家沙发大一点不行吗？你还不允许我家沙发大呢，真是的。好像也要等到人家上班，因为这2天清明节不是工作日放假，什么事情你都解决不了。我不调整我就要被封了。系统说我床播，我这是大沙发好吗？我这不能在沙发上坐着播了，你让我站着播吗？啊，我就不能，我天天坐在椅子上，我就不能偶尔有一天我靠在沙发上播吗？超管，你这是向主播去死是吧？主播都别活了，天天坐在凳子上坐几10个小时，是不是？真的是。我躺一下我怎么了？我靠一下我怎么了？我还不能靠着是不是？我得天天坐着板正的我去直播，你这样是什么规定？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规定。人累了还不能靠着是不是？嗯。超管说让我不要床播，我家沙发就这么大了，我就买这么大的沙发，我怎么了？你没看到沙发靠垫吗？谁？你有规则写着不能在沙发上直播吗？超管真的是，这就不是 AI 审核了，这就不是 AI 审核了。刚才那就不是 AI 审核，刚才那就是人为的。他说我躺床播。我看有些主播他坐在那个懒人沙发上面，人都陷进去了，手放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，你不去管一管？你管一个天天那个心情直播的主播，现在累了靠在沙发上靠一下，你营教的主播不管是吧？去管一下营教的那些主播好吗？哪个主播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去找吧，应该也在2次元里面。你自己去看呗，你去2次元逛一圈，你看看有没有人营教，替我举报一下。我没事，我靠在床上，我营教什么呀？
我聊天聊得好好的，我营叫什么？我都枕边老婆了，你老婆没事跟你聊天，突然营叫一下，这不是纯纯的神经病吗？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？回不来就回不来了，你去呗。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。我一直都相信，就是想要在我这待着的，就肯定待着。你想去别人那，我拉也拉不回来的。我从来不会，我的性格就是这样。就比方说，我有谈一个恋爱，如果他真的喜欢别人了，我不会拉的，我求都不会求，爱走就走。你没眼光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就这样的。就是一个人，他如果他会想要出轨，或者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喜欢别人，代表了他在跟下一个的时候，他会喜欢另一个。这是狗改不了吃屎吧？所以他要走就走呗，他喜欢别人就喜欢别人，他见一次爱一个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他就是这种性格，所以你就由着他去吧。这就是我的性格。专一的人他一直都会是专一，他不专一的人你再怎么掰他就是不专一。灌完了就是在阴交，对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是不是？你说我的定位是枕边老婆，对吧？按照常理来说，你跟你老婆在家里面讲话，然后你老婆突然不是，这不是纯纯的脑子有病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来说，我们不是要生活感，我们要切实际一点，那就肯定是这样好好的讲话呀。哪有人讲着讲着就叫起来了？这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？我都觉得很好笑。你喜欢这种有病的，那你可能有点大病，那你可能有点大病。不是你，我觉得你们是这压根儿不需要任何的过度，然后只要是有人叫一下，或者是有人发个骚，你们就直接就不行了。你这太没有追求了，真的太没有追求了，一点都不追求灵魂。你说人家他们有一些喜欢美女的，对吧？他们还不希望直接去点一个美女，他们希望的是这个美女能喜欢上他，能跟他多沟通一下，能有心灵跟心灵之间的碰撞，然后才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才有一种成就感，这样就会更加的满足。就像你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的积累到最后，再得到那种感觉，而不是就当前我直接点一个，我直接满足。是吧？那种的满足和成就感会更加的爽，它是一点一滴积累的那种成就感，而不是说我当前想要的，就直接就满足了这样。一辈子都得不到，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自己呢？如果真的是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一个男孩子他，如果一个男孩子他真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，或者他目前的经济状况，或者是他的时间不允许他去找女朋友，我很理解他如果去点一个或者去找一个，我其实非常能理解的。这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，但是我是非常能理解，如果他是单身的情况，我非常能理解，因为我是一个，就是我不是看很多，我看很多那种
外国的电影、一些美剧、一些，反正就是这种美剧，特别是美剧，美剧里面男人都是有需求的，他们有需求的时候，就算再厉害的人，他们都会去点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人，就算非常非常帅的人，他们也会去就是他的需求肯定是会去满足的这样。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违法的，我说的可能是那种陪的，就是有一种职业，它是专门陪你聊天或者陪你去聊一些心事的这样的。谢谢。睡不醒，睡不醒怎么来了？睡不醒怎么来了 ？Hello， 晚上好，睡不醒，好久不来我这儿了。谢谢睡不醒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一下我们睡不醒帝皇睡前，谢谢峡谷，谢谢峡谷夜深。我说的不是违法的，我说的是那种正常的，违法的就不行了，违法的肯定是不能做的啊，宝宝们。欢迎睡姐，好久不来我这儿了，这几天在忙什么？我是认为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他有正常的需求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然后他喜欢美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么讲啊，这是我自己认为啊。如果一个男人他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没有了，那他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？我其实就是他和钱家钓鱼去了，现在天气好，是蛮适合钓鱼的。我不是说了，我看很多美剧，他们里面都会去的吗？你出家了，女人也有需求啊，所以就有一些男生啊，他可能觉得出去找他的心理建设不行，他没有办法去跟人沟通，那么他就可以买一些工具去解决。那大部分的女生都是用工具的，就是有一些玩具什么的。谢谢峡谷野生加菲猫的超富扭蛋。不然这些产品的出现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单身男性、女性的吗？我卖的工具有啊。你挂着睡觉，好的 ，Mr. 山，好的。我有啊，我当然有啊。我是个正常的有需求的成年女性。你们去我的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就可以搜到了。只是很多人他一下子想不通，或者他在他的意识里，他觉得这种东西是丢脸的，所以他不会去买。但实际上就并不丢脸，就是作为成年人来说，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忙，或者是我们平时与人沟通会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又会有那方面的需求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轻轻松松的去解决，不是最好的吗？成本也很低，一个工具你可以用很久很久，你不用去花时间精力去认识女生，你平时在直播间里跟主播聊聊天，然后晚上，对吧？用一用就挺好的，白天用也可以。我觉得就挺好的，这样过度肯定不好，什么是过度都不好，什么是过度都是不好的。在座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单身吧？你看我直播手用可以啊，但是你就，我去喝口水。Hello，骚剑，晚上好。Hello，大家可以点关注，我快70万热度了，大家可以再帮我努努力。
有对象出去找肯定不合理，那就是脑子不大好。你有这么好的对象，你为什么还要出去找？我连对象都没有我都这辈子我都想要一个对象，然后你有对象，你还要出去找，你不珍惜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一个对象多好，他既能解决你那方面的需求，还能有陪伴，还能跟你讲话，多好。有对象出去找肯定不正常，就是不知好歹了，真的不知好歹。主播狮子座的，店铺叫黑科技工程机，你们去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。对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去喝口水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话筒带过去了。这个杯子好大，比我人都大。黑科技工程机，对对对。如果你们是刚刚，就是刚刚开始入坑的，我们就买299的，这个比较便宜，它也比较轻。如果是你们已经觉得自己比较大只吧，就人比较大只，然后那方面也比较大只的话，我们就买799的就好，它的动能会比较好，然后它会比较适合一些耐受比较强的人。我当然不接受出轨了，因为我本人是很讨厌出轨的，我被出轨过，所以我肯定不喜欢出轨的人。谁喜欢出轨？那不是傻子吗？一拍，谢谢，感谢。因为我们最近管得比较严，本身是我们买杯子的人想要在后面年后再来一次群控的，后面因为管得太严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去实行这个计划，想等稍微就是像5月份吧，4月底快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买过机甲圣杯的，想再开一次群控，因为当时管得太严了，知道吗？买过的都可以参与。对呀，我也被出轨了。你们不要看我屏幕前可能比较性感人设，我私下里其实是一个蛮无聊的人。我私下里，我感觉我自己挺无聊的。群控就是大家在一个私人的直播厅，我们买过的一起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，帮大家做延时训练。对，就是我说话不好听，我情商很低，可能男人在我身上找不到那种被爱的感觉吧。
我可能所有的爱都给了直播间的人。不过我很早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了，这也跟我直播没有关系，我也不能把这些都怪在直播间上。我在我没有直播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了。我这人的性格可能比较自私一点，不大会为对方考虑，所以可能对方在我这里感受不到我爱他吧。首先不会甜言蜜语，其次我不会像很多女的就撒娇什么的，很少。这只是你们看到的，直播间前看到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可能那些男的，可能我以前没灯了，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就觉得，你懂吧？你懂不懂那种感觉？你懂不懂？你们肯定知道那种感觉。买过的也可以用，跟他们讲一讲。哇，我55.6万，大家再加把油，我们冲一冲100万热度呗！有礼物就有100万热度。对呀，我都30多岁了，我肯定是谈过很多个男的的，没有3个也有4、5个了，我这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。我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。对呀，我30多了呀。因为我其实是本人是不大会主动去，可是以我这个条件，我从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的会对我有意思，这是一件你们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吧？你说外面那些男的他对你有好感，他追求你，像我这个类型，我性格比较软弱，那就谈了。所以我有谈过4、5个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吧。如果是像我这种外貌的，我没谈过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恐怖？这证明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啊。没有声音吗？没有声音吗？是没有声音，换一个话筒。有吗？有声音吗？黑了吗？卡了，有吗？对，我是上海人。你们是不能理解我谈了4、5个这件事情吗？你们觉得谈4、5个很不好吗？感情经历太丰富了还是什么？这已经算少的了。谢谢垫垫，谢谢。很多种原因。如果算是算上，如果算那种谈1个礼拜的话，那就不止4、5个了。如果算上那种谈1个礼拜的，手也没牵，也没有亲，一起出去约会的那种，哇，那我数不清了。那数不清了。是不是太真实了？谢谢垫垫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抽到星球坠落了。睡的话就4、5个吧，睡的话就是4、5个。我30多岁了，如果我还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那我就是在骗人。我没有必要去骗你们。
我是一个正常的成年女性，我是一个心理健康的正常的成年女性，我没有必要去装这个。我又不是18岁，如果我18岁，我现在说我谈过4、5个，那么我可能是有问题的。我现在都30多了嘞。但是我不会随便谈，就是我谈的每一个30几不能说，反正是35之前，没有那么老，没有到40啊，是90后，但不是90年，反正你自己去猜吧。如果说一个30多岁的女人跟你们说她现在还是，那真的就是那个网上的热梗，别逗笑了，真的别逗笑了，真的别逗笑了。而且我之前也说过了，我说一个正常的女性，她有正常的这个 sex 的经历，其实是一件好事。你反而如果是一个正常的30多岁的女人，她一点 sex 的经历都没有，那是一件坏事。我只跟你说，再坏不过了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学这个的，再坏不过了，坏的不行了。男的吗？男的有可能要么就是工作太忙，或者是自己可能人际交往是有点问题的，或者是太内向，反正也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好。正常的是你30多岁的，你的经历不管男还是女，我觉得至少3次以上，这才是个健康的，就是你的心理会比较健康。我们从心理健康来去说，说我像，你刚刚是在夸我吗？我再仔细的看一下，刚才是有人在夸我吗？我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去说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或者是女性，你有3次以上的会比较心理会比较健康一点，因为我们性成熟开始，在那个 sex 成熟开始，如果你不满足你的这个30成熟的这个叫做生物进化学的一个正常的走向，那么你的心理一定是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如果一个心理绝对健康的人，他一定是在30岁之前，他拥有过3次 sex 的经历以上。我们是学这个的，所以我只是从这个是科学的角度上去说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发育，它有一个就是科学依据，就是我们什么样的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懂吗？这个道理懂吗？什么样的年龄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而不是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是好的去判断。我们去判断的是什么样的年龄要做，是3次以上，3次以上，什么样的年龄去做什么样的事情。而且一个人的经历越多，越能让他更成熟。但是我当然是说的是，不是那种，能够影响到你一生的那种阴影的经历啊。我是说正常的经历。你小学的时候就是应该上学，然后你大学的时候，你就是应该快谈恋爱了，进行初恋。你上班的时候，你就是应该好好的去追求事业，然后等到你差不多的时候，就该讨论结婚的问题了。然后你在上班之前，你在结婚之前，你可能会经历一些恋爱的过程，可能有非常甜甜的恋爱，也会有一些能让你痛苦或者让你不开心、伤心的恋爱。那么这么算就已经2次了，那我们再加上结婚的那个老婆，就是3次。就是我按照一个完美人类去计算啊，一场甜甜的恋爱，加一场痛苦的恋爱，再加一个现在的老婆或者老公，不就是3次吗？所以我计算的次数是3次，好的坏的
稳定的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主观，这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个总结。当然你们是什么样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，你们怎么样都好，只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个总结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我都忘了，算什么？我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，就是我之前谈过的人，我的记忆都是非常模糊的。第二次并不想主动开启，第三次是算正常的吗？我看看啊，第二次之后并不想主动开启第三次，所以你第二次对你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是不是24？双子座吗？主动不想主动找人结婚，正常啊，正常啊。这说明你对某一些事情是比较失望的，然后你害怕这件事情以后再会发生，所以你不想主动结婚，正常啊。若是你可以问一下深蓝，他说他要加那个。我是狮子座，是的，比较抗拒是吧？这是正常的，这说明前面一段或者再前面一段积累的，对你造成了一些比较难以去愈合的伤口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呢，找不到就找不到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就是有可能真的会遇到那个能让你敞开心扉的女孩子，时间问题，其实不用去考虑你自己年龄太大了，我以后会找不到，激素荷尔蒙下降，不会的，你真的想要找到，你这个不分时间和年龄的。是，就是如果说你在前面一段感情对你有伤害的话，你在后面一段感情是很难去接受别人了，这非常的正常。时间可以解决一切，你就是再过一点时间，或者你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，去接触一下异性，不要去抗拒接触异性这一点，反正你也不一定跟他发生什么，或者你也不一定跟他有未来，但是你不要抗拒去接触。接触是没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伤害到你的。你别找我这样的老婆，我刚才都说过了，我除了外貌上可能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之外，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结婚的对象。我除了我可能做饭很好，然后讲话比较温柔，长得可能是贤妻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我是个性格非常差的人，我也不适合玩，我不是那种玩的人，我不是那种玩的人。现在你很多男人，就是我知道很多男人，他们对长相姣好、身材姣好的女性会有一种偏见，他们的偏见就是觉得我如果找了这样子的一个老婆，我就会被他绿。我找了这样的老婆，他就会绿我，或他就会怎么样出轨，这是一种偏见。很漂亮的人为什么一定会出轨？身材好的人为什么一定会出轨？因为你们会觉得，首先你们自己不自信，你们拿捏不住，你们自己的能力不足。其次，你觉得漂亮的人机会就更多，你对他的偏见是，他们因为好看，他们的机会多，所以他们就会发骚，他们就会去勾引外面的人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为什么漂亮的人就不能很专一，或者是不能很顾家，不能是个贤妻呢？这是一种偏见，千万不要这样想了。以后，如果你们越是这么想，你们越是找不到漂亮女人，因为你们对漂亮女人的偏见这么大，你们就只会去退而求其次，去选择长相一般的女孩子。你们会觉得长相一般的女孩子就不会出轨，就会乖乖的待在家里，因为她们机会少，因为她们不漂亮。实际上，长相不漂亮的一样会出轨，可能呢？那你们不就又既找不到漂亮的女孩子，又被不漂亮的女孩子出轨了吗？这样不是更惨？我说你们找了漂亮的人，就算是他以后应你的
是起初认为的他出轨了，那你们也得到过漂亮的人了，那你们既不找漂亮的，你不漂亮的又处，也不是更惨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虽然我说的这个逻辑啊，你们自己去理解一下。所以你们就是不要去放弃找漂亮的女孩子这件事情。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漂亮的女孩子，还是勇敢的去追求吧。惦记的人太多，那可不可能是因为他的本身？如果他本身他不是一个那样的人，他就算是有人惦记他，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他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说，如果你不跟我，我就把你老公杀了。如果不是到这种情况，再漂亮的人他也不会因为外面那些人对他怎么样，他就去跟别人的。除非有一天他说，如果你不跟我，我就把你全家杀了。那可能你的老婆没有办法，她为了你，她为了家里的人，她需要跟这个人，不然你们都死了。那如果不是到这种极端的地步，她为什么要主动的去跟人家有任何的关系呢？是吧？这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。是的呀，对的，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。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偏见，不然你们以后都找不着漂亮的女孩子了，因为你们对她们偏见太大了。别这样。是的，出轨跟丑和漂亮是无关的，宝宝。你看直播间这么多明白人，然后我跟你们解释一通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进我说的话。你对我有什么偏见？你们对我肯定有偏见。首先，我是一个性感的主播，我在直播屏幕前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性感的人设。因为我现在是单身，我做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大家现在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。你们给我打赏，看我给我流量，我给你们一些漂亮的外形打扮和一些温柔的话语，这是互相的。这很好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我线下是怎么样的，就是你们不用知道。我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只要知道我的镜头前就是很温柔的，就是可以跟你们聊天，可以让你们去倾诉的人。但我线下是怎么样？因为我线下也不跟你们在一起，所以你们不用去考虑我线下是怎么样。我线下性格再差，也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我再找不到男人，也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所以老是有一些人到直播间来，老是问我为什么不结婚。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我看谁送我的魔法书？是谁送我？谢谢小孩送我的魔法书，谢谢小孩，感谢。你们只要知道我在屏幕前是你们老婆就可以了，我结不结婚无所谓。我是有选择困难症，不是啦，真不是。你们不了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我也有自己的苦衷。但是我很开心，我能做你们屏幕前的老婆和女朋友，我很喜欢这件事情，我也很快乐，我愿意。如果说在屏幕前我能治愈到你们，或者是给予你们一些支持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做得很值得，就是会很快乐吧。但我线下呢，我确实被伤害过，可是没关系，这跟我在屏幕前做这个你们的老婆这件事情也没有联系，无所谓。用手时间会变短，是的，你听谁说的？听我说的吗？就是如果说以后如果你们，
以后如果你们结婚了之后，你们可以，比方说你们有一天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，过得很幸福，可以到我直播间来送我一个礼物，随便什么礼物都可以，看你自己，你觉得我值得什么样的礼物都可以，你就说我感谢这段时间陪你，单身的时候陪你，送我一个礼物就可以了，现在送我礼物也可以。所以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然后给我送一个大礼物，感谢我陪你这么长时间。3秒当然不正常了。某宝说黑科技工程记，黑科技工程记。3秒，你觉得正常吗？3秒，3秒，你是兔子吗？你是兔子，几秒都不正常。你要以分钟去计算，而不是以秒去计算。我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人，非常的讨人厌。我也没办法。你赞同？好，我拉黑你。我可以自己说自己，你不可以说我。你说我讨厌，我不拉黑你。30多岁。脱敏的方法需要训练，我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楚的。过了25就是30，这句话不全对，只能是这么讲的。有些男人不行，他25岁的时候可能还可以，但是他过了25，他不行就会变得更不行。但是有一些人他非常的行，他就算过了25，他还是很行。行的人一直都行，不行的人你再说年龄再说理由，他就是不行。是不是很扎心？怎么样行？怎么样算行啊？足够的歪度，足够的长度，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情绪价值，足够的力量，足够的长相。可能要求有点高了，这只是我的理想型。在我这里，如果要行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。开玩笑。如果行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情绪很重要。如果你是有对象的话，你如果给到对象的情绪价值不够好的话，对方也不会觉得你很行的。对方单纯只会说还可以，但他不会说你很好，因为女人这个生物是这样的。我有几个闺蜜，她们每次跟我说到这个男的，就是只有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她说到这个男的行，她说这个男的对我真的很好，她不会觉得这个男的很行而喜欢上他，她会因为这个男的对她好而喜欢上他。那我说他对你怎么好呢？
他说其实他在偷偷的为了我吃药，吃药这么难受的事情他都会为我吃，为了让我舒服和快乐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我好喜欢他。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行或不行很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这个女人她要在感觉到你很爱她或者很在乎她才可以。当然可能这个男的他吃药不是为了，只是为了不想在他面前抬不起头吧，可能。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太在意你自己信不信这件事情，因为情绪是第一的。对，是的，我可没有胡说八道，你爱信不信。女人就是这样的呀。我好几个闺蜜跟我讲，她说其实我对那方面其实看的不是很重，也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他一定要对我好。我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人啊？然后我跟闺蜜说，我喜欢对我好的人。我喜欢对我好的人，但这个好有很多种好，也许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好，也许是另外一种好，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信不信这些事情。那你说药有用吗？药当然有用了，不然那些药卖白卖。是的，是每个人他对于行或不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你要看这个人他需要的是什么。就比方说你对这个女孩子，就比方说你本身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但是呢，你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觉得你各方面都很厉害，可是你对这个女孩子并不在意，就是你把她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那么这个你就算你再行，这个女孩子也在你这儿感受不到爱，她也不会喜欢你，也不会跟你一直下去的。因为女人就是一个特别要情绪的生物，她们要爱，她们要很多爱，她们要被爱、被喜欢、被需要。我们再抽一波这个超级扭蛋吧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会发现跟他在一起是什么？我们再上一波这个超级扭蛋好吗？38大西瓜，大家可以上下电视。大家上下电视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事情。我知道很重要，但是你们要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情商提升一下呢？比方说你们弄到一半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可能有点soft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找一点其他的事情，或者用手搞一下呢，或者用嘴搞一下呢，这样不就情绪不就来了吗？你也不会暴露你soft的这一点，
是不是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很多种方法呀，对吧？有那么多种方法，不是硬拖，是可能你们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可能那个soft了，你们可以一个是这样会调情就调起来了，第二个是那个女生觉得你的亲吻或者你的手也会让她觉得舒服。再说了，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说，那我们那种拉拉在一起都是怎么弄的呢？不都是用手吗？然后还有个拉拉跟我说，我今天碰到个拉拉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肯定比男人舒服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说不喜欢女人。他说你放心，我觉得比男人舒服。我说那我也不喜欢女人啊，再舒服我也不喜欢女人啊。所以拉拉 ，Hello， 阿龙总，阿龙左，晚上好，阿龙左。所以拉拉它既然可以让女人这么舒服，那是不是你们用手也可以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何必去在意那个行不行这件事情？哈喽左，忙完了吗？对啊，越追究自己行不行越都说没有真的好用。什么叫没有真的好用？谢谢24续费的骑士，谢谢。你们喜欢这种枕边老婆系列吗？谢谢阿龙总，谢谢阿龙总帮我点我的礼物墙，感谢，谢谢24的王哥，谢谢阿龙总。谢谢阿龙总。我今天穿搭怎么样？我今天穿搭还可以吧？我今天的热度就是还是跟上一次一样，起不来，就是一直起不来，一直都是。就等到那个7号吧，看看能不能好一点。我家猫打呼噜的声音，你有看吗？谢谢首尔机长，手肯定是不舒服，大家可以买一剂加生杯。可以去我的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，因为他呼吸不好，他胖，内脏挤压，所以会打呼噜。谁在叫？
太打呼噜就是这样的，人和猫太胖都不行。谢谢纯爱仙仙，谢谢首日记账。入睡失败了，为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儿啊？睡不着觉。我觉得双子座就是我认识双子座的人，双子座的人蛮有活力的，挺好的。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。我最讨厌的星座是天蝎座。我自己的上升星座就是天蝎座，这也是我最讨厌的星座。我总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就是天蝎座很难捉摸，一点都不直接，就喜欢阴阳怪气。阿龙佐说我是天蝎，阿龙佐绝对不是天蝎座。你要问阿龙佐是不是天蝎座的？阿龙佐，你是不是天蝎座的？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猜他是射手座的。我猜阿龙佐是射手座的，或者是天秤座的。不是天蝎座的人，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他？一开始接触挺好的，然后时间久了之后，他有一些真实的情感，他不会表达，他也不会说，他希望你能做给他看，如果你没有做给他看，他就会生气，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之后他就会跟你阴阳怪气的说话，到了最后你也不知道他生气，这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。我是认为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得直接跟我沟通和直接跟我说，但天蝎座的人不会，这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。然后阴阳怪气到最后，你也不开心，他也不开心，是吧？就是他的心思谁猜得到？他就不能直接说吗？就不能沟通吗？阿龙佐是什么星座的？他又不说话了。因为我觉得射手座的人比较阳光，所以射手座是我最喜欢的星座。但是射手座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射手座他太爱自由了，如果有人管他，他就不喜欢了。他喜欢那种他愿意，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的感觉，像小太阳吧，射手座。双鱼吗？双鱼有恋爱脑的倾向的。双鱼的话，因为是水象星座嘛，原则性非原则性问题是应该是可以和好的，原则性问题就和好不了了。射手座是太阳星座，火象的。双子座是什么的？忘了。白羊也是火象的，火象三傻吗？火象的人都是直来直去的，他们不会有小心思的，他们就算不开心也是当场爆炸，当场结束。狮子男，狮子男就是会比较要脸要面子吧。以前我谈过一个狮子，他为了面子跟我吵架，就是他宁愿相信他的朋友，他也不相信我。他的朋友说我是一个很滥交的女人，我有很多的男朋友，他就信了。
后来我们就不在一起了。对，我也要面子，但他们就是会，他们会这样，真的会这样。就是兄弟啊，他们觉得兄弟什么什么东西。我是火象星座，我是狮子座呀，我上升星座是天蝎座，所以我越来越别扭了。就是说话，那个说坏话的人说我是滥交，说我很多男朋友，然后他相信那个人，他就过来质问我，跟我吵架。我就说，如果你信他的话，你就跟我分手好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就是他跟我在一起，他也知道我每天干什么，他也知道我家里人，他也每天就是他都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，他竟然还去相信一个这样的一个人，跟他又不是深交的人说的话，我就决绝的就跟他分手了。声音很小吗？调大一点。对，他狮子，我也狮子。后来我决绝的跟他就分手了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大一点吧。这样子吧，这是2个。后面他就是知道说坏话的那个男的，就是说我坏话的那个男的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大嘴巴的一个很差人品非常差的人。他不仅说过我的坏话，他还说过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男的他的坏话，在别人那里他听到他讲别人的坏话，然后他就过来想要把我追回来，因为他知道他信错人了。后来我就没有再理过他了。就是一个他喜欢乱说坏话的人，他也不想想那个人他认都不认识我，就是说我坏话的那个人，我认都不认识他，他竟然可以张口就来，然后他张口就来，竟然他还会信，我当时就很生气。水瓶座我不是很熟。水瓶座的人，我倒是有一个合作伙伴是水瓶座的，我感觉他很喜欢吹牛，其他没有什么，但是他对我还不错。他喜欢教育我，然后还喜欢吹牛，然后老是喜欢叫几个他嘴里很厉害的人出来吃饭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办成。但是其实对我还蛮好的，还可以。我是最喜欢射手座的，因为我跟射手座比较合得来。没有什么太讨厌的星座，除了天蝎座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算半个天蝎座，我也挺讨厌我自己的性格的。如果我可以变得像射手座那样阳光就好了。天蝎座就是你要猜到他想什么，你要猜到他想要什么。如果你猜不到，你就是不爱他。他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跟你讲的，
他会做一些事，或者他会暗搓搓的做一些事。天秤座，天秤座是一个很适合当领导的人，肯定是阳历啊，我们这边没有算阴历的。狮子女就是我这样的，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，越来越会不像我本来的太阳星座了。人是年纪越大，他越会像自己的上升星座。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你的上升星座是什么，然后你就会比较像。然后你要查一下你的月亮或者是什么。我太阳星座是狮子，月亮也是狮子，就是我所有的全是群狮子，除了上升星座是天蝎座之外，其他都是狮子。白羊吗？白羊蛮好的，白羊是很单纯的一个星座，挺好的。就跟白羊相处会很开心，很快乐的，很直接的白羊，说话很直接的。摩羯吗？摩羯其实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，就是摩羯这个星座他特别会分析，而且他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强。只是摩羯的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太会分析了，就是他理性的时候非常理性，他可以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一旦他自己深陷其中的时候，他就像个傻子一样，怎么说都不行。逻辑思维非常强，摩羯座。金牛座嘛，天秤座什么性格的？天秤座就是比较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个星座，就是你也不觉得他很差，你也不会觉得他很好，说不清楚。狮子男就是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狮子男，因为我刚才说狮子男就是特别的容易信别人说的话，很冲动，他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事，好就坏就坏在他很冲动。谢谢阿龙组 ，Hello， 你怎么抽了这么多？我妈呀！你抽了这么多贵族水晶，2888个。晚安，晚安。8星，我抽了8星，你怎么抽了这么多水晶？你抽到什么了？你看一下包裹里面有什么。刚才说到那个狮子座对吧？狮子座好就好在他很有激情，坏就坏在他很冲动。就是狮子座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，跟他在一起会很阳光。可是他很冲动，他很容易相信别人。送一张领主卡，那跟公爵对公爵没用吧？有用吗？摩羯女，摩羯女就是，就是摩羯座的人，他的出现会让人觉得就是突然阴阴的出现了，又阴阴的消失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但是他非常看上去非常的好相处，但实际上他想法很多的，就是他逻辑思维特别的强。你不要惹摩羯座，因为摩羯座，他要是想报复你的话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千万不要去惹摩羯座。是勾吗？他也没写是漏勾。他跟我说我不要倒立。我没有倒立呀。我哪只眼睛看到我倒立了呀？我真服了，超管，你这越来越离谱了。
什么道理？我真的服了。对，是不是他分我的原因说主播不要进行高危的动作，倒立或者是扭胯叉腿。我连腿都没有拍出来，他那怎么倒立啊？怎么腿我现在都没放出来啊？什么意思？腿都看不见啊？呼噜声是我家猫。下去。我怎么倒立呀？他说我倒立呀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放那个回放吗？要。等一下晚点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电。42。几点钟？1点了，不到1点半。没有倒立，真是服了。就这样吧，这样还好一点，这样还好。非要说我倒立。星座其实你们就当做是一个，娱乐，不要就是超管说倒立刚才，不要太去把星座当回事，你不要也因为星座或者是去跟一个人好，不要因为星座去跟一个人不好，本来就是娱乐的东西。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开心，是啊，对的，我赞同你。我不能漏解啊！刚才他们都说我倒立了。星座它只是一个娱乐的东西，不要太当真。谢谢 life。对呀，是的。那如果现在这个世界就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就是明天最后一天，世界就要毁灭了。你这一天想干什么？看我直播。真的假的？你们都来看我，那我最后一天我也不好过。我家里聚集了太多的人，世界都要毁灭了，我还要接待你们这么多人。要是你们都过来抱住我的话，我可能要会被你们压死。找一个，能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宽阔的地方。
找一个宽阔的地方等死。世界末日把巧坠给你，给呀！你想要巧击坠啊？原来你在打我家巧击坠的主意。今天周日直播呀，谢谢。有人中爵位卡了吗？需要爵位卡。哎，谢谢凯哥，谢谢。巧菊身上好软，我把脚放在它的那个肚子上面，特别的舒服。晚安，大家可以有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我们有虎粮，送虎粮。那我问你，如果说你们现在特别的困难，就是经济很困难，你现在有一个特别爱的女朋友，你会跟她继续在一起吗？还是找个理由跟她分开？就是你现在经济特别困难，你觉得你现在的问题是已经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了，投资失败了或者公司垮了，你还会跟你的女朋友继续下去吗？她的经济肯定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去找富婆。她经济好不好？她经济就是一般。你养不了她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了。就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温饱都出问题了，她的经济是一般的，就是那种普通的家庭。你会跟她分手，还是继续跟她在一起，让她帮你？你会提出她帮你的话吗？就是已经到那种找个富婆包养你，然后用钱给女朋友花。这笑死了，笑死了，真的吗？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比方说你想要跟你女朋友出去，可能你连车费都没有了。谢谢阿龙做的摩天轮，谢谢。还有阿龙做的虎牙1号，谢谢。爱你哟。你刚才抽那个水晶抽了2888个，抽到什么了吗？抽到了个灵珠卡，还有呢。就是你现在如果跟他出去的话，你连车费都付不起，连饭都吃不起，你更别提约会了。你再继续找他，就等于是他得去承担这些东西，你还会跟他继续在一起吗？我看到2888个棒棒糖。
就是你自己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你会让他就是怎么办？你还会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吗？我家猫在打呼噜。刚才有个人说的挺好的，他说我去找个富婆，谢谢 life。他说我去找个富婆，然后让富婆包养我，然后我再把钱给我的女朋友。我笑死了，就是已经到了这种情况了。我肯定不是富婆呀，富婆是那种几亿身家的，就是他这辈子就算什么都不干，他都不会。你像我这种钱花几年就没有了，还要过日子呢。富婆是几亿身家的，至少，富婆至少要8.5吧，我觉得至少算富婆。你要是没有8.5，就是连富婆都谈不上的。但是富婆他们要找帅的，肯定是要找帅的，而且至少是要有点身份的，比方说那种至少是个小演员或者是个小网红。你有什么竞争力？你找富婆，我可没有 A10，没有，我连8.5都没有，我连8都没有，7都没有。对的，他们很挑的，5G 机都不行，太老了。谢谢半句话。我牙肉都出问题了，现在已经算很高的了。不行的，富婆要的更加是情绪价值，懂不？谢谢。富婆要的是情绪价值。情绪给不了，只能给肉体。我这眼镜有个银色的，我找不到了，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新买的。好看吗？银色的话就更配我这套衣服了，是它是黑色的，不是很配我这套衣服。这颜色对的，我有一个银色的，刚才被我弄到，不知道弄哪里去了。袜子不知道是哪家的呀？富婆的钢丝球，什么钢丝球？谢谢李延洲。
我刚才说我资产连7都没有，还8.5呢，这7都没有，真搞笑了。高斯球的话语是隐忍。我没有，我到哪里去赚这么多钱啊？我到哪里去赚这么多钱？我真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们太高看我了，你们真的太高看我了。你们有没有问过那种主播？你觉得他们资产多少？像那种你们觉得小库他有多少？为什么会觉得我有那么多资产？还有一点就是小库他资产如果有1个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直播？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吗？如果有那么多是不会再干直播的宝宝们，他们很多你说的资产可能是不动产，流动资金没有那么多，只要你没有流动资金，你一定会继续的赚钱。你那种房子什么，你放在那儿几百万，你没有花的钱，你那房子能当饭吃吗？我之前还认识个主播，他在北京有3、4套房，然后结果还不是照样要赚钱。其实那天我在跟我爸爸妈妈聊天，我说，我爸我妈妈说什么那种很有钱的人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说很有钱的人，那种超级有钱的人，他的圈层一定是跟我们这种普通人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接触到的，就是会有一些在边缘的那种，很容易犯错，就是人只要有钱了就很容易犯错。像我们这种资产平平的人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的圈子也不会接触到那，也不会有人去带我们去接触这种圈层，我们也就不会犯错。所以就算是犯了错之后，就会有更多的钱就没有了，一瞬间就没有了。还不如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过着普通的日子。我跟我爸妈说，我说我一点都不羡慕那些。我爸妈那天跟我讲，他说，要是我们2个是那种特别有钱的那种企业家，或者是资产那种很多，那你就是小公主了，你就怎么？我说我一点都不羡慕，我也不希望你们是那样的。首先，如果我爸爸妈妈是那样的，小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我，去把重心放到我身上，我也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爱。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父母很爱我，从小到大我都是被最重视的那一个。但是如果说你家里很有钱，那么你们也就会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重视我、照顾我，可能会把我交给佣人或者把我交给谁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健康了。所以我很满足于现状，我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很好，既不是最穷的，又有时间关心我，又可以给我足够的爱。从我小时候
我妈为了把我腿弄直，花了多少心思，就在我的腿上，花了好多心思，让我的腿又长又直。我喜欢什么就让我去做什么，我不喜欢什么，他就说那就不做了。就是会让我成为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、情绪现在非常稳定的一个健康的女人。如果我是那种家庭出身的，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如果我家非常非常的有钱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拿这些钱去挥霍。我现在特别懂得珍惜我父母给我的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。就这样子跟我爸爸妈妈说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真的。他们到了就是那种很有钱的那种家庭哦。其实那些小孩子我接触过的，我感觉他们就是父母亲都不大管他们的，从他们的口中知道，他们的父母都不大管他们的。有很多都是离婚的离婚，然后找小三的找小三。我家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真的。父母很忙，一定没有时间关心你的，不可能既要又要的。所以我要的就是一个我吃得饱穿得暖，然后有一个爱我的父母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也不会接触到那个圈子，我也不会就是去可能挥霍，把他们的钱挥霍掉，这种可能性不会，因为没有。就我昨天去扫墓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跟我讲，我脖子有点不舒服，我稍微坐一下。我妈妈就跟我说，她说要是我们家里是那种就好啦，你看那个谁谁谁，那个我堂弟弟的表弟，他多么多有钱，叫陈少，对，等人家出去都叫他陈少，然后多么多有钱。我说我一点都不羡慕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真的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他们总觉得对我亏欠是他们自己不够好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呢？他们已经对我够好的了，然后他们还觉得对我给不了我像别人那么好的那些东西。说人家，他们说见过谁谁谁那个陈少开多大的餐厅，自己开多大的餐厅，多好的企业，怎么样？我说我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所以不需要有那么多钱，真的，家人们。一个人他，我觉得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被别人重视和那么多爱？要不要给你表明自己很有钱的事实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他们没有那么多钱，他们可能有一点存款的，他们存款不会太多，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说，应该还可以。是的，我觉得你们三观也很正的，跟我很像，挺好的。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跟你们也一样都是普通人，我们接触不到那个层面的，那个层面的人，他们接触到的东西都，就是他们的阈值会很高，因为什么新鲜刺激好玩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思了。可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我们可能吃一顿大餐就会很开心，我们出去游乐园玩一玩，我们也会很开心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他们要更多的刺激去刺激到他们，让他们快乐的，他们很难得到快乐了。我跟我爸爸妈妈去饭店吃一顿饭就会很开心。现在更愿意跟父母待在一起吧。有一段时间不愿意，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愿意，现在长大了不谈恋爱了，倒挺喜欢跟父母在一起的。来这个直播间就是让我接触上层社会，那你错了，直播间的人都是
普通百姓，直播间不会有太多上层的人的。你要真的想要接触上层的人，你得先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上去。就是你要是真的想接触上面的那些很有钱的人，A8、A8.19以上的人，你先要自己能有这个能力，走到他们的圈子里去才可以。我家猫在睡觉，你这睡得太夸张了吧，小轩。也会有，可能会有一些在国外的人会看，事业有成的人也会看。我以前接触过很多个事业有成的人，他们把我会当成朋友这样的。会有一些天使投资人什么的，我都认识。可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们挺空虚的，真的，非常的空虚。他们都很有钱了，比方说他们事业做得也很好了，很有钱了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他们有一个跟他们一起奋斗的老婆，应该不止吧，他们的资产应该不止10的。然后他们非常的空虚，他们会想要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，比方说做一下音乐，当个歌手之类的，追求自己的理想了，开始。或者是追求最单纯的东西，登个山、徒个步什么的，不会去打高尔夫这种。高尔夫是商务局，他们自己要是真的想，他们会去什么就是做一些普通人能做的那些便宜的事情，真的非常的空虚。而且找朋友的话，也不喜欢找围着他们转的，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圈外的人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。那种比较单纯的人，他们已经很反感那种围在他身边就是哄着他们捧着他们的人了。当然不是我了，我说我认识几个那种很厉害的人，他们其实是很空虚的，他们现在追求的是一些精神上的东西，他们已经不会去单纯的考虑说什么找个美女或怎么样，就已经是不是这个境界的了。我认识的那个人，他说他要当个歌手呀，他要发歌，他要当个歌手。我还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，就是他是做那个，他是个科学家，然后他家里很有钱，他投资那种就是那种科技面膜，就是家里他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，他投资那个什么面膜，很有那个牌子非常的有名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。然后他现在他就是研究科学嘛，研究那个生物科技，然后做的那种面膜，对，那个品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。他是科学家，他不仅是科学家，他自己家里也很有钱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？他现在在打碟，就是他现在在学做 DJ， 就真的很离谱。就你不知道这些人他们特别有钱了之后，他们想要干什么？是的，人就是这样的。他做的就是科学家，就是他的职业呀，他职业就是科学家呀，什么叫不上班？他白天做科学家，晚上 DJ 呀，他公司都是他的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天天去上班呢？扣工资，公司都是他的，还扣工资。9点5的在卖盒饭，你们好可爱呀！
我只是告诉你们，人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，就会去追求一些单纯的东西。所以你们也应该，别人羡慕你们现在很单纯，会做一些这种职业啊或者单纯的事情，他们说不定还羡慕你们呢。所以不要太去羡慕这些人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敷着面膜打碟的人生赢家，对他的人生，上辈子可能做了什么好事儿，这辈子要什么有什么。可能以前不喜欢打碟吧，可能科学家做多了，觉得想要突破一下自己，就像有一些做金融的想要突破一下自己去做歌手一样，去发歌做歌手，实际上他发歌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去听。打碟宣传面膜，宣传面膜不是他做的事情，宣传面膜是他们底下的员工做的事。大家点点关注哦，喜欢主播的话点点关注。我平时喜欢睡觉，以前喜欢打剧本杀，现在因为有点懒了就不打了。还有平时喜欢玩小动物没了，健身什么的在。剧本杀是一种娱乐活动。有点像海龟汤，有点像，但也不全是，剧本杀就是一种游戏，很多人坐在一起，你可以去找凶手，这样一种游戏。我都想睡觉了，像你的初中同学。你的意思我像初中生吗？你怎么会像初中同学呢？谢谢 LZ 的通行证。喜欢你就点点关注，送送礼物，不要光用嘴巴说呀。你的牌子要卡上，不然你怎么代表你喜欢我呢？谁呀？你把谁的微信删了？专属的表现好像没有诶。这个猫它因为太胖了，它那个内脏压迫，它的睡姿压迫的。把它揉一下它肚子就好了。它因为太胖了，然后内脏压迫，所以会打呼噜。太胖了，不是太瘦了。大家可以开开超粉扭蛋，已经8星了。
对的，人也会大。我家里的猫就它一个会打呼噜。给我充了100，抽哪个？抽水晶吧。抽哪个？抽水晶。还不抽超粉扭蛋吧？水晶刚才啥没出什么，但是电刀了。你可以抽水晶，说不定会爆。你删谁呀？你把谁删了？难道把你的白月光删了？去直播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刚才我们抽水晶没有抽出什么来，但应该有电刀。你现在再抽水晶，应该可以抽到一些。你100的话，你10个抽吧。手机是不会有录播的，手机肯定是直播，就这一点。我电脑直播的时候我会写着直播，我就会写直播。我刚坐起来，他们让我躺下来，我现在躺下来，你让我坐起来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像你的初中同学。旁边是猫，你们都太脸盲了。我到现在为止，人家跟我说像谁像谁，我有时候去看，八竿子打不着。就是你们是真的很脸盲，真的很脸盲。我一直是这个风格呀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电脑播播，偶尔会手机播播，播到1点半。现在几点了？1点半了，那我差不多要下了。刚才说充100的，你还要送吗？你不送的话我就下了。你要上电视吗？你要上电视，我可以给你上个电视。如果你不上的话，我就准备要下了。放录像。好的，小姐。你要上电视吗？没事，我给你，你还要多久？大概，我给你上个电视。你不上吗？你直接抽是不是？好。
一本魔法书可以延长10分钟，可以。我好想躺着呀，但是我怕虎牙说我，我就想躺着。我怕虎牙给我搞了。这样不算吗？这样不行吗？我就躺着。那我去放录像吧，我这样躺着，等会儿那个虎牙的人就来了，说不要躺播，不要睡播，不要在床上播。那我去给你们放录像。不是消极，他们不让在床上。我不热，不热不冷正好。坐起来了，头发都睡乱掉。看我的脸不红啊。那我们就先说晚安，我去给你们放那个录像吧。准备睡觉了。我养了4只猫。阿姨来问晚安。带上我们牌子说晚安。晚安，一往情深。晚安，深蓝。晚安，一起高。这个就是这样的衣服，不能脱衣服，脱了之后会被制裁的。
我没有小号，不要被人家骗了。我没有小号，我虎牙就只有这一个号。有人在这里乱讲，我没有小号，我虎牙就这一个号。我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再直播的，不要被骗了。晚安，陶68。就是刚才躺着的时候，他说，那个不严重，那个是 C 类。他说我不能以床为道具进行直播。就是我只能，床不能是道具，会引起他人的性欲。对。我现在也没有关系，现在没有关系。好，我去放录像。还没说完呢，晚安。晚安说完，我去放录像。晚安，暴风少年。晚安，周喜，晚安，深蓝，晚安，小健，晚安，仙仙，晚安，柚子茶，晚安，杏仁，晚安，灰萌，晚安，奥特曼。大家带牌子哦，带上牌子。晚安，一来文，晚安，要死的光，晚安，24，晚安，小孩，晚安，让爱随风，晚安，深蓝，晚安，让爱随风，晚安，鹏鹏。晚安，孤单。晚安，17哥。晚安，小贝贝。晚安，雨季。明天还有一天是这个样子的热度，7号应该就好了。晚安，阿健。晚安，山骑马。我在想放什么录像，放上一次的录像。明天应该也是直播的，对，或者明天休息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小剧场我这个电脑里没有。晚安，往事如梦。小剧场我这个电脑里没有。这2天没称过多少斤。对，你可以联系一下深蓝，然后深蓝会跟你说的。走了啊。
次呀。